好，来看到中国大陆对日本的最新制裁，就是中国一刀断了日本的钨哦。包括呢，最新消息是日本的关东电化，还有它的中央硝子企业都确定永久停产了，也代表全球25%的六氟化钨会瞬间归零。对于日本，欢迎观众朋友来这边做留言，跟我们做互动。如果您认为大陆进了日本的钨，可以对日本的半导体啊，或者是有关于稀土的方面，在它的军工跟科技可以一命呜呼来切断日本的发展的话，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这个影响力现在还要再持续观察，可以留言写2。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大陆近期加强对日本的这个管制措施哦，尤其就是针对于半导体的相关原料钨了。好，这2家企业是最新消息，2家大陆的化学材料厂关东电化、中央硝子已经正式的通知了，包括台积电、三星、SK 海力士说呢，就在这个月的30号是他们的最后出货日了，而7月1号开始，这2家企业就会永久的确定会停产了。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钨了，2家企业合计呢占全球的钨高达了25%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量哦，所以呢，如果说它确定断供的话，下半年的缺口至少会确认达到了2000吨。这么高的一个数字，那没有了六氟化钨，接下来的影响又是什么呢？包括了说没有办法生产这种7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还有呢 HBM 的产线也会停摆，最后是 AI 的晶片供应链也会面临全面断裂的一个可能性的风险。特别要来持续关心到的是，刚刚是半导体产业的冲击，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对于科技产业有哪一些冲击，包括了制造业的冲击又有哪一些？住友电工它用于汽车跟飞机的加工的钨呢，价格已经狂飙了60%。另外一家企业是三菱材料，它的硬材料的价格也暴涨，是原来的3倍。如果我们做一个整体上面的统计，光是2月到4月，中国对日本包括了碳化钨、钨粉的出口已经连3个月都是挂零了，等于是完全的都断供给日本。而日本超过80%的钨制品其实仰赖中国大陆的，更不要说这种高纯度的材料的钨哦，是90%完全的依赖中国大陆的。所以中国大陆一断钨，刚刚讲到特别对于2家企业的冲击，还有对日本的冲击可能会有多大，包括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关东电化、中央硝子等等，对于日本半导体产业恐怕出现危机吗？戴老师怎么看？当然是出现了危机，其实也会影响到韩国，也会影响到台湾啊。这个当然对美国的影响是更大的啊，因为美国是最上面的上游嘛啊。当然美国主要是设计，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的晶片一旦缺少了这些日本的这些原材料的供应，事实上它的晶片的发展也会出问题。日本是全世界风险意识最高的国家之一啊，整个国家，例如说。他们知道他们的国家本身在石油天然气他们是比较不够的，他们的储存量就比一般的国家高。那他们在稀土这个部分啊，他们也知道他们本身的能力比较少，所以他们对于储存量也比一般的企业高很多。那更何况日本跟中国大陆过去曾经有过这个矛盾跟冲突，那中国大陆也曾经对日本实施这个稀土战啊，稀土制裁。日本也曾经用这个半导体的材料，例如说洗涤剂去制裁韩国的三星等等，日本也玩过这个啊，所以日本知道这个的厉害。日本本身也跟中国大陆产生这个矛盾的时候，日本本身也知道这个的厉害，所以日本的储存量事实上是高的。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从今年的2月、3月、4月都已经断供了，那5月不用说了。对，所以对于日本过去来讲，它储存量是一般最少是6个月的，现在是完全断供的。那完全断供，有的是还有一些，有的是它本身的库房也都用耗尽了。那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因为很明显的高市早苗走军国主义，自民党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那它跟中国大陆的紧张的关系一直没办法消解。就对于你可能用来生产军工企业的这些钨矿，那全部断供，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日本也好啊，德国也好，或者是台积电也好，三星也好，他们事实上都是配合美国对中国大陆实施半导体的这个制裁啊，例如说台积电的2奈米、3奈米的
先进的制成的晶片是不卖给中国大陆，也不帮中国大陆做代工，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就等于是你是完全配合美国制裁中国大陆的话，那对大陆来说，它间接的从日本这边来断供，那不影响两岸之间的情形下，间接的当然也影响到未来。也会影响到台积电。对。不过我觉得目前台积电还比较安稳的地方是在台积电的存量很够。可是问题是在于能不能耗得住1年，其实我们怀疑。目前你看台积电的股价影响也不大，台积电对这方面也没有表达它的焦虑跟紧张，主要是因为它储存量很高。可是问题是1年、2年、3年之后，你除非美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跟日本，也就是 G7 解决全世界的钨矿的这个问题。不过我看要在1、2年内要解决，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未来很有可能就会冲击到台积电跟三星了。那只是我在强调，现在台积电还老神在在，是因为他觉得他储存量是够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中国大陆针对于日本的制裁，先是钨嘛，那这个是第一招，已经影响到了这个半导体产业。那接下来恐怕怕这个随着时间增加，对于更多的半导体产业的企业都会因此受到更大的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大陆还卡关的不只是钨哦，还有另外就是来看到是重稀土，包括了镝跟锗，那影响的当然就是日本的它一直要发展的电动车产业跟它的高端马达。再来呢，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这个军工的，就是会影响到日本的军工的发展的，就是中国大陆还限制了20家他认为有涉入军事的企业，会列入稀土的出口管制名单当中。那这20家企业也当中包含了30造船。那舰长怎么看？现在看起来是从半导体一直到这个汽车产业，一直到军工，恐怕都会被中国大陆锁住命门吗？舰长怎么看？的确锁住命门啊，也就是我们讲到日本半导体的部分，我们刚刚讲到关东电化工业以及中央消子，他们最重要的是需要这一个6氟化钨，那它怎么样？也就是氟跟钨到底它的需求是什么？其实它是用氟气以及这一个钨粉。那进行结合，那它是半导体的制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气体啊。那这一个部分，第一个也就影响了有关于半导体的生产。那第二个呢，也就是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有关于汽车的部分了。汽车的部分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有关于这个稀土的需要的话，另外还有一个重点，也就是我们讲到说它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设计。其实远远落后于中国大陆，所以我们讲到说汽车这个部分也同样的，不能够再继续的像以往 Toyota 的这一个势如破竹了。那 Toyota 在最近的一则新闻，我们所看到的，它海外减产的规模从原来的3.8万辆，也就是38000辆，要提升到83000辆，也就提高了整整1倍有余啊。那为什么？因为竞争力不如人。那至于说军工产业的部分，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稀土啊。那以钨来讲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呢，钨到目前为止，它真正的来源是这些工业废料。那但是呢，如果我们来看产量的话，这个中国大陆是世界第一。那它的这一个第一，它的产量呢，如果在2024年的时候是67000吨，那第二名我们看到是哪里？是越南，是3400吨。那第三名我们看到是俄罗斯，是2000吨。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第二名加第三名还不如中国大陆的零头啊。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那2家公司，它直接的说我们永久的这个停业，因为他知道。那在短期间之内，它没有办法再获得钨的这种来源。那至于说我们刚刚讲到军工到底有多严重，就对于缺乏这一个有关于稀土的部分，我们看到啊，这是F-35战机，它原来使用的是 APG-81的这种射控雷达。那这种多用途的雷达呢，现在它的前面交机的时候，它用的是什么？用的跟大家在这一个运动中心所使用的配重块一模一样啊？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这一个雷达可以交互。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它缺乏了有关于稀土的部分，这个也就是方方面面的影响到军工的部分。我们现在看到啊，
美国他们对于他造不出船来的问题，他想要采用外国设计的方案以及国外的造船厂来解决。那这讲的是哪两个国家？其实如果我们看到前任的这一个海军部长他的讲法，也就是他讲到他选择的是韩国跟日本。但是选择日本可以解决吗？还真不能解决嘞。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啊。这是日经济它的这一个独家报道告诉大家，其实它还缺乏劳动力啊。也就是日本少子化是很有名的啊。那当然现在已经被台湾超越了。那也就是它这么少的一个人口，它如何的造出这么多的订单，它除了自己要用之外，像我们现在这边看到的这个最上级的护卫舰，除了他自己要用，那他现在还要那个惩治这个澳大利亚，那甚至纽西兰也很有兴趣，台湾也说我们也要加入，怎么可能呢？我们讲到的，无论从现实层面的稀土污都那以及甚至人都成了问题。那我们讲到说，对于高市早苗来讲，他的任期真的是指日可待。好，对，所以现在这个高市早苗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禁令之下，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刚刚讲的重挫了日本的3大重要的产业哦，包括了这个日本的军工产业、半导体产业跟它的电动车等等的产业。所以现在呢，日本也急着出招，赶快去请求其他的国家来一起做帮忙。那现在呢，高市早苗呢就去了 G7 的峰会，他就在这边提议说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关键矿产的共同储备。那另外呢，他也说呢，这个夏天会派团前往格陵兰来评估在当地的稀土开采。日本自己企业自己想自己的办法说呢要来做回收企业，把钨回收，但是目前看起来回收率只有30%，远远的不足。那日本也积极的拉拢蒙古国要来做轻稀土的这个储量，因为它在这边是有18%的轻稀土的储量，但是呢，现在还是卡在说开采啊、分离跟运输的技术都还不足够成熟。再来就是美国了，美国现在要重启呢，在韩国这边已经关闭30年的全球最大钨矿，但是呢，我们知道这还要好几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杨老师怎么看？跟得上速度吗？用诗敏你刚才讲到的一句话，我把它扩充为3句：缓不济急，代价过高，然后呢，其实基本上缺口太大。那大概是上个礼拜吧，在中国的日本商会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就有一个请愿有一个就要求中国政府能够开放对日本稀土的，就是解禁。那因为他们说，在日本这个稀土虽然中国大陆是针对军用的产品，或者是军民两用的，但是因为事实上很多是具有军民两用或军民融合的这个特性，也就是说，你在这个飞弹里面用得到的，可是你可能在电动车里面也用得到。那因此，这整个管制的过程就很困难。那所以呢，基本上很多日本的企业、民间企业也拿不到。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日本比如说三菱重工那这个川崎重工，它其实也做军用的，它也做民用的，所以就如果一个公司来申请，那当然你就不容易申请得到，那这就会整个延后到日本的民间，这个很重要。中国大陆其实是针对军用的，而不是针对日本的民间。那你日本民间明确的来申请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可以得到，但因为它的本质跟这个日本本身的生产这个产业的特性所以变得很困难。8000多家日本企业，就是说，请中国大陆更清楚的把这个管制的流程呢做厘清，那他们好来因应。可是问题的关键就是你高市早苗做这个做法。那高市你刚刚提到这些这个作为这3个作为，它大概分成：第一个去找新矿，去挖矿，但你挖矿容易炼矿难。对，炼矿里面不讲环保。光讲个技术跟制程，就中国掌握的，那要多少时间？缓不济急。那第二个呢？日本在做叫做 urban mining， 这是什么？就是回收。日本有很强的这个回收的技术，我们台湾有好几家，就是从比如说手机里面可以回收黄金，对，这个技术其实是不错。可是呢，它基本上
这个缺口太大，你找出来的这些回收出来的东西啊不敷使用，所以缺口太大，远远没有办法提供实际上工业上的这个需求。那日本也另外一个怎么做呢？就是说我干脆更长远的规划，去风险化。这个词大家好久没听过了哈，因为拜登政府提嘛，叫 de-risking，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去找中国加一到国外去找一个新的供应链，从矿产各个方面弄出来，那你就旷日费时了。那你到什么时候去？然后再加上这个矿本身的技术跟就是整个环保的问题，所以这整个东西你最后只是得到一个心理安全保障，可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跨越那个物理限制、物理结构的限制。所以我觉得高市政府，甚至整个西方的政府，要面对稀土跟这个稀有金属的问题要跟中国大陆好好的去沟通、去相处，正确的政策才能够确保你自己本身产业的发展。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